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你和他的恋下100日。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哦，它不可能链接到对应到每一个人哦，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听取自己比较有益的讯息，然后跟自己比较有相关的内容就可以了。那若是不符合的话呢，就可以看其他2组。好，那首先我们的第一组呢所抽到的牌呢，有审判、太阳、死神、钱币9、世界、恋人，钱币2、圣杯4，钱币2是逆位，圣杯4，再来就是隐士牌的逆位，还有女祭司。好，那这边的星座能量呢，有处女、天蝎、巨蟹、摩羯、双子、双鱼。好，这是星座的能量哈，可以供参考。好，那我们首先呢，在这边呢看到了说，对方应该是一个蛮务实，然后也有相当的经济的条件，他的是一个蛮外表看起来是比较成熟的，然后比较算是还蛮公众人物的哦，他也许是公众人物然后是蛮有自信的，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哦。那过去的你们其实也蛮般配的，好，在这边的这组牌里面呢，大牌很多非常非常多，然后逆位就2张，好，所以你们的过去是非常的怎么讲登对，好，也是蛮多人就是还蛮称羡的，好。那这边看到呢，对方已经怎么讲，已经要换运了，换了一个大运，他有一些重要的改变，重大的决定，这边看到有可能他有机会到外地，也有可能是移居外地，也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工作发展、个人发展，然后到外地去工作。那但是这个他是他所向往的，他非常的期待但是针对你们的感情呢，他其实他也是想了很久他并不是也是非常的绝情但是因为这也是他的选择他的选择。那对你来讲呢，其实对于他到国外异地然后这样的一个讯息，其实你自己也想了很多你们有关你们俩的未来然后何去何从。当然你也没闲下来你还是没有忘记要让自己怎么样更充实自己，让自己的条件能够在更多的学习为自己，所以你也去学了一些你自己想学的比如说语言啦或者是你一直想要学的一些兴趣，或者是你工作上面的一些专业你都会有兴趣你都会这段时间看得出来你有去做一些进修对于对方，你个人会认为他还蛮自私就是好像没有考虑到你们，
所以你对这件事情其实你还蛮不能谅解的哦，蛮不开心的，蛮沮丧的。好，所以你也呃躲起来了蛮久的一段时间，好，跟外界啊，包括就是他也失联了一段时间，好，这看得出来你们已经没有太多的交流了，哦，没有沟通，没有交流，哦，这段时间是，所以已经，你都一直在，一直在思考，好，一直在衡量这件事情，对，然后也因为这样，也一直走不出来，一段时间一直走不出来，因为你你对于他的自私非常非常的不能谅解，但是这边看来，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应该已经一段时间了，他也可能已经都开始从事他的一些新生活新的旅程了。所以呢，你这边的话，其实也看得出来，你已经也有了一些心仪的人或新的对象已经出现了，对。所以在你心里，你也做了一个选择，是不是要跟这位就是做一个切割，切割干净，然后迎接新的未来，这些都是你都一直在心中盘旋着，衡量到底该怎么做，那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你是可以做出选择的。然后最主要就是很多事情，要学会放下，放下。那清楚的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那这样的感情还有希望吗？你自己其实很清楚，你比谁都很清楚，所以你自己也都想透了，想透了，然后一直在选择要不要接受新的恋情，新的恋情。那这是目前这边看到的塔罗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它有什么样的补充讯息，还有建议或提醒哦。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呢，这边有看到的讯息是你已经有认识你的灵魂伴侣了。那我在想，你认识的这个对象应该是你之前就认识的朋友或者是同事，就是以前已经认识了，他可能知道你现在的感情状况，所以他非常积极的热情的去追求你，所以这应该是你已经认识的的同事啦，或者是朋友，人家朋友介绍的，或者是同事，之前就已经认识的。那当然他非常的积极，热情，然后就是很表明的，然后甚至他还跟你求婚，有婚约或者是口头的约定，反正他会让你就是很清楚的知道，他想追求你，然后他想要跟你就是稳定下来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然后再来我这边还看到就是确实就是你也是同样的要迎接一个新的开始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是很大的你是拥有很强大的 power 的，你是有能力的，对，你要不要看清自己，你要把自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不要永远都是只有考量别人的感受有时候去回归到自己内心真正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受到这样的一个能讲也不能讲说背叛了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这种感情很难去讲
就是到底是谁背叛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缘分。好，这就是一个缘分。那当然，我们一定要接受事实，要看清事实。不要欺骗自己，不要做自欺人的一个行为。明知道不可为而就是非要去得到不可能的结果，我觉得这样子是真的是自己在折磨自己。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就是刚刚我所说到的，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但是这边也看到了，当然也很多人在针对你的新恋情，或者是你过去的恋情有一些八卦，一些在有些可能在会议里面啊，就这边这边讨论啊，是是非非等等的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就无所谓啦，我觉得这都无所谓我觉得你自己很清楚很明白什么是你要的，对，什么是你不该有不该得不到的，强求不来的，我觉得认清事实才是重点。那至于人家怎么去把关，那是他的事情。对，好，那这边也当然就是告诉你，就是停止等待了我相信你还是有一些的对，对，想念啦，对不对？很希望能还是能够回到过去但是这边的讯息是应该是机会不大了所以叫你停止等待。然后呢对，你会有一些新的事项，新的生活，新的恋情应该也会即将展开。好，那这个是补充的讯息。那建议的部分呢，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啦你若是真的很心情上面真的是很难受，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但是内伤也很重，对，所以一定要真正的放下，而不是口头上面说我真的放下了，我真的不难过了，我真的已经过去了。我想对，还是看得出你是还有些许的放不下难过，对，所以我想真的就是这个当然我们在说是很容易的啦你要放下不管多长的一段感情，或你多爱的一个人，其实是真的外人是很难懂的，很难懂的但是真的就是靠时间，还有你自己要去想通很多事情所以若是真的心情上面是非常的不舒服的，那你就去宣泄吧，对你想要大哭啦大叫啦，或者是想要把自己灌醉啦等等等等无所谓，但是要告诉自己这就是最后了最后的一个清扫的动作了结束了就真的结束了，对，你这样才能够早点走出那个阴霾。好，那还有一个就是他要你找回自己，做你自己，认清你自己，你不需要迎合任何人不需要去担心别人怎么去看你，不用生活是自己在过的，所以你要为自己而活这个是牌面上一直有的讯息。然后你也要信任说会有这样迂回这样的一个感情，这么不顺的感情，其实你一直认为这个是不对的道路，这个为什么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可是你要知道你要相信这个都是你的课题。你也许觉得说我为什么是这样，其实也许你走在你现在所走的才是你真正
真正你应该走的路，真正就是宇宙要你走正确的路，这才是你真正正确的路。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啊，你怎么这么凄惨啊，怎么这么倒霉啊，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都是宇宙要给你的课题。所以你现在就是要放下执着，然后告诉自己，你现在是最好的，你走对的路了，你做了正确的选择，然后呢，让自己有能力各方面能够提升。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会懂得去学习一些对你有益的，比如新的知识啦，新的技能啦，做一些进修等等，这是非常好的。所以你一定要能够理解，然后并接纳你现在的自己。那不要一厢情愿的一的想法，其实这样会让自己一直走不开来，就是想不清，就是走不出去。所以一定要去接受事实真实的样貌，然后最重要就是要让你自己更坚强，实力更强，那这样子你也会吸引到更不错的人来到你的身边。然后当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去接受新的一切事物。那还有这边有提到，就是不要向外看，对，不要去在意，不要一直看外表，看表象，你真正那些都是假象，你真正要探究你的内心真正的需求，还有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是你要认清的。然后放轻松，深呼吸，不要把事情想得这么的严重，其实没有。我知道我们外人在讲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真的坦白讲是很轻松的带过。当然当事者当然这是非常的刻骨铭心的，这是我了解的，所以只能讲说慢慢的时间会治愈你的。对，相信你自己，你是可以办得到的。然后也相信所有的这些都是要教会你某些东西，会让你从中得到一些教训，也不是说你做错什么，而是它有一些课题是要你学会的。所以这个部分呢这是我在盘面上看到的他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一些新的讯息。然后呢，时间点在下个月也许就会有一些新的也许你正式下个月可能会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会在下个月发生，那你就期待好不好？新的事物，新的生活，新的恋情，然后新的心情最重要是这样子。然后对，那这样子看来这边也看到你会有好运的会有新的爱情进来，然后你的工作事业也会有不错的表现。好，那在这边就祝福你咯。好，那这是我们第一组的讯息解牌。那如果有帮助到你们呢，那希望大家能给64订阅、按赞、分享、留言，然后可以分享你们的一些故事，或者是回馈给我你们这样的一个解牌。然后感谢大家。那64每周更新呢，都会更新一些上传影片，每周。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今天占卜的主题呢是你和他的恋下100日。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它不是一个个人占卜所以它不能对应到每一个人的能量链接到，所以呢会有很多不同的能量，那讯息上面会比较多，而且比较杂，那你就
希望大家呢就能够选取对自己比较有益的讯息来听。那若是不符合的话呢，可以看其他的2组哦。那首先我们这是第2组抽到的牌哦，那有钱币1，好，还有圣杯皇后逆位，权杖10，还有权杖骑士逆位，以及宝剑3的逆位，还有圣杯2，钱币侍者，还有皇后，以及钱币国王逆位，还有宝剑7的逆位。好，那这边的星座能量呢，有巨蟹、射手、天秤，还有处女、金牛、水瓶，那还有土象的哦。刚刚讲到处女、金牛，还有摩羯。好，那这是一个星座能量的参考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牌面上的哦。那这个牌面显示呢，这个应该已经断联了，已经分手了。那对方呢，现在所处的情形是对方非常的难过，他也很后悔，然后很想要急于跟你道歉，那他看得出来是很想挽回的，很想挽回的。那也看得出确实，那你你也给他了很多机会，可是他应该是没有把握，他应该都没有错失了很多的机会，所以这边看来他现在就是非常的深自懊悔，那他应该还算应该是蛮依赖你的，然后他也是一个蛮多情的人，多情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上面的讯息上看来，对，然后他是很想挽回这段感情，这是目前所看到的啦。那他曾经背叛欺骗你，所以这边有可能有三角的关系，对，然后但是你这边的能量呢就好很多，你已经慢慢的走出来，你现在选择爱你自己，然后对自己比较好，然后很多事情都会以自己为优先，然后看开了很多，你也看清了真相，你也知道这个事实是无法再挽回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你选择放弃了，放下了这段感情。那当然你放下了，你也没有沮丧了，你渐渐的已经开始比较知道如何爱自己，然后各方面心灵还有各方面都是非常丰盛的所以你开始会重视自己，开始会打扮自己，然后这边也看到你还有一些新的工作上面的机会吧，新的一些职场上面的机会，然后这个是你喜欢的，即使不是职场工作，也有可能是你即将学习一些新的事物技巧等等，但是这个是你喜欢的，这是你非常热爱的一个机会，对于这个你已经放弃了啦，你已经决定就是这段做一个切割，
这段感情你确实就是要做一个切割了，然后你会把重心放在你的事业工作，工作上面这边，然后也会开始懂得跟自己，就是去看自己真正的需求，然后也看清了这个真相，看清了这个真相，所以你选择离开，那我觉得这个后面的这样的转变呢，你这边是很棒的，我觉得你在心境上面转变的已经懂了很多，我觉得你在这段感情里面其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有什么样补充的讯息还有建议哦。好，那么在牌面上面看到了这边有一个守口如瓶秘而不宣的关系哦。那我看到这个牌呢，我在感受到可能对，那有可能是有三角的关系，那也许你就是第三者，那所以这个是不能说的秘密，然后对，隐藏的一个关系。那底下有7月，那有可能你们这段关系维持了7个月，那也有可能在去年的7月结束，那去年7月开始，然后也许或者是去年的7月结束，这都有可能对，所以目前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刚刚已经从我们的塔罗牌看到了你已经选择了离开了，放下了这段感情。那接着呢你即将会迎来一个礼物，对，一个机会，对，那有可能是感情，有可能是工作，那这个部分呢，这是一个好消息。那在这边还看到的，这边有特别要告诉你的是，你是值得爱的，你是可以选择去爱，也是很值得被爱的然后底下说你是很可爱的对，那重点是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关系两个人的爱情，因为是不可能容许三者三人的关系一定会有一方是受伤的。那我想即便是这样的三角关系，其实谁赢谁输其实都不会快乐这个关系其实是不健康的其实我觉得离开这段感情是对的，选择找到一个自己真正属于自己的你专属的爱情，而不是跟人家分享共享的感情，我觉得这样子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对，你是可以找到的，你是值得被爱的，而且你也是值得去爱一个真正只爱你一个人的人。好，这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相互依附成瘾行为这边有提到。那所谓成瘾的话，我想你可能会有一些你个人的一个习惯，比如说你对感情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你特别喜欢某样类型的人，那这些都会影响着你未来的选择你喜欢的模式感情。对，那这个不敢说它一定是好或不好，但是它一直跟随着你，对，它一直跟随着你，所以它会一直影响到你之后的选择的感情对象，或者以后的感情的生活方式，对，这个爱情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它是很深刻的影响着你。那我不知道是好是坏但是他讲这个是一个习惯，那你自己可以在
再自我再去探讨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会特别喜欢比如年龄很长的啦，甚至你是否真的就是常常遇到的都是比如说有家室的人。对，这个你可能要自我探讨，但是这毕竟还是少众的不是大众的人，小众的。好，那再次这边还看到，就是确实这个关系你那就确实是要结束了。那当然你还是有机会遇到你喜欢的对象是有机会的因为这边有出现一个男人那当然有可能，或者是这个是你重要的人，或者是打醒你的人，对，这都是有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男性他可能跟你说了一句话一段话让你觉醒了觉悟了，或者是这个人他来到你的生命，然后他即将要付出他的爱给你。对，那这就是良缘这也有可能是良缘。好，那再来就是这边也有提到，就是你可能就是在你的心锁过去的心锁一直深陷在这段关系里面然后其实你的情绪是受影响的，那一直都没有打开心锁，那你即将要被打开了，或者是你已经打开了心锁然后当然这也要告诉你，就是你大天使米迦勒他是会保护你的，他是会让你阻止这些干涉或者是伤害你的人他会保护你的。所以我想也因此你选择了离开伤害你的人，这也是一个大天使对你的保护对，所以你的选择看来是正确的。那这边还有提醒，就是说我们这边可能有这个你即将会有一些新事业就像新生儿这样子，你是重新的新生了断绝了这段关系，你重燃了希望，那对未来这样全新的未来，你又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非常的恭喜你。那这边还有一个深色的女人那可能是在发色上或肤色上是比较偏深色的那可能最近会在你的周围出现，那你再注意一下。那这个人呢，他这边是建议你是能够跟他打好关系建立好关系，也许是你的上司，也许你是未来你的主管等等都是有机会的。那你大概再注意一下你身边，留意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女性。那这边的时间点特别有提到大概在6个月，从现在开始到6个月后这段现在开始一直到6个月，那这段期间那可能会迎来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好消息啦那你再留意一下。然后再来就是会比你想象的时间来得晚，对，所以他这边有给2个时间点，那你自行大概注意一下第一个时间点是在从现在到6个月后，然后第二个呢从现在到6个月，然后第二个呢时间点就是比你想的时间要来得晚那多晚呢，这个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大概2个时间点让你大概参考一下。然后最重要就是这边有一个当然有一些建议啦这边神谕卡毕竟还是有一些要跟您提醒的提醒跟建议的啦那可是相信的，你现在的情绪就是相对的自由，然后呢你会慢慢的感受到丰盛。这个丰盛除了物质上，其实还有心灵上的丰盛你会慢慢开始感受到满足，而不再像以前会一直每天就是不是就是很害怕失去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现在是很丰盛的那也许就是会有真正爱你的人
得到真正的爱情，被祝福的爱情，是可以跟人诉说的感情。好，那这边有讲到，那你慢慢的，因为很多事情呢，可能你就会常常会觉得说害怕啊，如果怎么样啊，搞不好怎么样，心里都还没做之前，就已经开始下了很多的结论，就开始给他很多的想法，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搞不好怎么样，如果怎么样我觉得想太多。他的宇宙要告诉你的就是就不要再想了，就现在下定决心就去行动。对，因为很多东西你就会陷住停住，然后不前，然后一直之前可能有很多事情就是一直没有真正的放下，所以一直停在那里，没有办法再往前。现在他要告诉你的就是不要再想了，现在下定决心就去行动，然后你要看远处，看你未来，而不要再回到过去，不要一直在想过去的事情。然后这边也有讲到你的本性是什么，那你就不要想要变成什么，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而不要去为了别人而去改变自己。对，这是很重要的。即使你真的改变你自己去迎合别人，可是那不是你，我相信你也不会快乐。能够快乐一定是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性格，找到自己最舒适的位置，你才会真正的快乐。那个位置不是属于你的，你硬站在那个位置，其实我相信你一定是不快乐的。所以他要你寻求真理，看清谎言。对，那不要再相信一些谎言，相信你自己看到所亲眼看到的，不要再听别人怎么说。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呢，不该属于你的不要去强求，然后放下吧，该丢掉的就把它丢掉了，不要一直拎着，然后一直不愿意行动，那这件事情就永远不会有结果。好，这是宇宙要告诉你的。那再来就是这边有几个想要再提醒的啦，就是说你一定要坚定你的意志，然后肯定自己，不要害怕去采取行动。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怕这个如果怎么样，那搞不好怎么样，你就会一直给自己一些不要去做的一些理由。那这边奉劝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那这边就有讲到你是大胆的、无惧的、不害怕的，你要去追求你一直在追求你一直追求，但追求不到，你会感到很困惑。然后这边也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要去聚焦在其他的事物上，去学习别的东西，对，去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呢，不要太强求，自我意识不要太强，对，不要太强。那很多事情呢，没有一定要得到，不该属于你的就不会是你的，不要去强求。那再来就是希望你的就是能够心存感恩，然后去接纳别人善意的给予，那你将会是很丰盛的。对，而且你要诚心诚意的，然后真正的去蜕变，然后包括你的思想也要去蜕变，也要去改变。那这样子的话，你一定就会得到拥有最丰足的，不管是心境还是你未来，都一定是很圆满的。你要这样子去相信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的解牌。
那如果你觉得有帮助到你们的话呢，希望给64订阅、按赞、分享、留言，那也可以分享你们的故事或回馈哦。那感谢大家，那64每周都会更新新的影片，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你和他的恋下100日。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哦，那所以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情况，那所以在讯息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多，而且有些杂，那就请大家呢听取自己比较有相关的讯息，那若是完全不符合的话呢，可以选择其他2组来听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是第3组。好，第3组的牌卡里面呢，所抽到的牌有圣杯侍者、宝剑8，还有权杖5、权杖国王，还有金币10，以及圣杯王牌逆位，还有皇帝，以及恶魔。皇帝也是逆位哈，恶魔，还有在圣杯侍者以及愚人牌。这边呢，它的星座能量呢，大概有狮子、双子，还有处女，还有牡羊，以及水象的星座能量。双鱼、天蝎，巨蟹。好，那当然还有摩羯以及牡羊。好，这是一个星座的能量，供大家的参考。好，那首先在牌阵里面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哦，哇，这一组的男女朋友呢，应该是常常处于这种分分合合，然后争吵蛮多的哈，蛮多的争吵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本来刚开始在初见面的时候呢，是一见钟情的因为大家都感觉到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可是在交往过后呢，会发现哇，就是互相彼此都蛮容易去干涉，会想要要求对方，然后主导对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发生。如果像以对方来说的话，应该是他是一个，也许跟你年龄相仿，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比较心智比较成熟的，但就是也是比较有掌控权的，然后也喜欢发号施令，比如说会比较主导事情，比如说你们的交往很多事情都是由他来主导，他是比较有主见的，所以呢，你们往往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很多的起见，就是意见都不相同，然后会为了这些事情而争吵。那他有想要组建一个家庭，他也对未来是有规划的，对。但是这边看来是你还没有想要，对，还没有想要这么早就踏入婚姻，你还想要再探索更多，你还有很多想要去尝试的，想去挑战的，你觉得你都还没有去尝试，然后立即就走入婚姻，对你来讲你是不愿意的，对。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你们的有一些的想法就会有一些冲突。再来就是说，还有就是他可能对你有一些的生活习惯啦，或者是你有一些的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说可能就是追剧啦，或者是喜欢某一项的嗜好，而到了不睡觉或者是不吃饭的这样的情形，我说
假如我说一个例子举例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会导致他会为了这些事情而跟你有所纷争争吵。他会常常念怎么样是不是应该顾到身体啦，或者是说应该早点睡啦，或者是说不应该再这么沉迷之类的。他会有这样子的就是一直为了这种事情而跟你就是发生了很多这样子类似的大大小小的争吵。对，那而你呢，你又是一个很有原则也很有个性的人你不是很听话的啦。坦白讲，你是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听从别人给你意见的人？你自己本身也是很有自己的主见的然后又有原则的人。那所以对于这个呢，其实他其实忍耐很久。对，这个对他来讲，他一直在退让，一直在忍耐。对，他不清楚为什么你就不能够顺从或者是说能够听他的给你的意见。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呢，导致你们会在很多的观念上面沟通上面都产生了很多的误会，然后纷争。那他也非常的不开心。对，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有时候他甚至就是都不跟你说，然后自己就去做了。对，他会导致他有很多事情都不太愿意跟对方让他知道，因为你知道他会蛮会管你的啦。这可以讲说他是蛮会想要你能够听他的话啦，能够让他感受到你是在意他的。所以这方面就是看得出来，就是有这样子的这样的相处模式所以一直都没有达到一个彼此的共识，包括他想要结婚啦组建家庭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他是很有规划的，他是自己会有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然后自己会也是一步一步的往他的目标去走的。对，只是说你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对，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且想到就想去做，然后对，所以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感受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好，这就是我们的塔罗牌所看到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有什么样补充的讯息以及建议提醒好，首先我们先看到了这边有一个讯息是可以看到你在外出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巧遇也许你的旧有的朋友，或者是会巧遇你的一段邂逅，那也有可能是一个奇遇在外出时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而且它这边底下写下周应该是很快的因为你这里面也有很快的讯息，所以最近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外出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巧遇你的旧有的老朋友或者是巧遇一段邂逅也有可能那这个你可能稍微再留意一下。那再来就是呢，有一个孩子的讯息那这个孩子呢，我想应该是有可能是你们彼此就是对方可能会有想要有孩子属于你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就有孩子了那也许是你们对未来有这样的一个共识这个孩子的重要性
因为这边竟然显现，表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它都有可能，但是是有关孩子的讯息这个有可能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们可能对孩子有特别的喜好，或者有特别的共识未来。那再来就是有可能是已经有孩子了对，这都有可能的这你们可以自行的去带入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说，这雷诺曼牌里面呢有显现到你的梦想是会被实现的对。然后尤其你最近的直觉灵感都特别的灵验你可以有时候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个都对你对你在接下来会遇到的事情都是非常灵验的。那还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讯息那这边要表达就是说每一个时间时刻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把握时间是很重要的，可是这边它结合了这个月亮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你可能需要耐心的等候你会很急这边可以看盘面上你是很想很多事情就是有快速的给你有一些答案有个结果，但是这边有要提醒你就是千万你该来的机会你还是需要时间，还是需要耐心等候的那急不得，那我们不如就是让它顺其自然的出现那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准备好做好预备，那等到那个时机的到来那再来这边就有一个课题啦就是希望就是你学会一些宽恕跟学习。他这边讲到当你放下并疗愈过程你会在当下体会到更多的爱对，你学会宽恕你才能感受得到那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不公平，或者是不对等，或者是你觉得你牺牲了什么，但是你要学会宽恕原谅。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一定要马上做马上要做一个决定或者是一个结论出来。那有时候你可以耐心的等候，然后学会去原谅然后并且你可以学习到很多这里面的课题要给你的一些启示启发，然后学会宽恕跟学习是你现阶段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化学反应那这个化学反应它讲的就是有一股强烈的磁性吸引力存在着那这有分几个当然若是你是单身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但是若是你是已经有对象的人，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危险的讯息了所以你自己可能要在当下要很清楚的去判断，很理性的判断，尤其我刚刚有讲到你的直觉是很灵敏的你可以去判断这个选择是你的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对，该不该去接受，这个当然就是你需要你自己去做一个决定了再来我们这边还可以看到这边他要你的就是要你认清事实因为这边有一个否认的讯息啦那否认的话他要的就是要你看清认清真相不要欺骗自欺的行为，不要有自己欺骗自己，要勇敢的去面对事实因为有时候你会不想面对事实而去否认它没有不是，但是他要你就是看清事实去面对它。然后再来就是这边会有一个有毒不健康的一个讯息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你的一些比较刚刚在塔罗牌上里面有看到的就是比较不好的习惯不良的习惯它会渐渐的去
影响到你，伤害你的身体，所以这方面你可能要稍微注意哦，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在熬夜啦，或者是晚到通宵啦，或者是沉迷于什么样的一个你自己个人的喜好，让你的作息整个是大乱的，而且影响到你的健康，这可能是已经再次的提醒了。好，那还有这边当然这边还有2个讯息，就是说他会说你会被指明方向的，对，宇宙是会透过不管是暗示、明示，或者他会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讯息，让你知道你该怎么做。所以我有真的要倾听你的心理声音，而且你的直觉，你的直觉是非常灵敏的，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是可以仔细细心的去感受一下，你是可以感受得到，那个是已经有帮你就是指明好你的方向，该往该去的方向。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会警告你现在或者是不久的将来，不久哦，所以是很快就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当然我还是要再提醒，有可能是健康上面的，因为它有好几个讯息都是指向这个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当然感情上面也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塔罗牌里面看到的这样感情的一个相处模式，其实也可以了解到，其实在感情上面也还有很多需要去磨合的，需要去改变的，包括你们相处的模式，可能若是真的还要继续走下去，可能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沟通，还是需要沟通。那这边当然就是希望就是能多沟通，很多事情不要认为他应该知道，他就是不知道不了解，有时候说出来其实更清楚，不会用猜的，有时候猜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错意的。所以我们不如把话说清楚，事情才会直达到你要的目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建议就是多沟通。然后他这边会有2个时间点，一个是在特别的日子里，然后另外一个是比你想象的时间要来得快。这2个时间点你可以注意，我相信很快，因为你的这个牌面里面有好几个讯息里面都告知快，你很快就可以知道你的答案，你要的答案，或者是你想要的感受，讯息里面有很快这样的讯息。好，那再来就是当然就是建议了。那这边有几项的建议要给你的那他这边呢有讲到，此时此刻呢就是一个疗愈的时刻了然后他也宇宙也要告诉你呢，他这个要对无限的可能去敞开，对，去接受，有很多很多这样子。那当然这边有很多这个讯息里面也告知说你是自由的，你的自由的灵魂一直要钻出来，你想要自由，你想要对很多很多未知的可能，然后去挑战，去实现。那这方面他是鼓励你的，鼓励你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他这边有讲到因为现在是一个疗愈的时刻，所以他希望你能够卸下你的重担，然后包括你的过去，然后有些呢当然做不好的呢，你也请你原谅自己，接纳自己，然后甚至有能够修补，包括你和对方的感情，你能够道歉的，做修补的，调整的，改变的，其实你都可以慢慢的去尝试去做。那我相信这样的关系会改善很多。那当然你有一个自由的灵魂，一直在想要去探索很多未知不可能的。那当然这边还是鼓励你当然就是有无限的潜能，你有无限的可能性。
不要限制了自己的一些想象，你就去好好的去体验。那我相信宇宙它是会给予你很多的机会跟潜力的，打开你的双眼，你的心胸。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勇气啦哈，这边有提到这个，这个勇气就是当然就是他要你就是勇敢的走出去。对，因为人生的路是很艰难的啦，这么漫长的路，坦白讲，你若是没有勇气，没有去给自己更多的勇气去经历去挑战的话，其实人生你就会觉得缺乏了什么。那他这边有很多需要勇气去克服去挑战的，所以他希望你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成长，那你就会变成你应该成为的那朵花朵。对，所以他觉得你去实现你的梦想，相信呢你会更绽放你的光芒。当然我们就是还有一个讯息，就是他希望就是说你要一个片刻接着一个片刻的去生活，然后时间是可以解决还有疗愈一切的，但是他有要你提醒，就是你还是要保持警觉性因为未知其实你说很吸引人是没有错，但是它相对的它也是一个有风险的也是一趟冒险的旅行。那他会要你知道说，当你没有野心不求成就、权力、金钱、名声等等的话，你就能够拥有现在，也才能够处之泰然所以这个心境可能要去做一些调整你太多的一些梦想需求可能会占满你所有的你的思想。对，我们应该要厘清什么是你现在是必须要去做的，什么事呢是可以缓一点慢一点。对，那耐心的去等候这个机会的到来。这个就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讯息提点建议。那当然希望今天这个解牌呢能够有帮助到你。那希望大家能给64呢订阅、按赞、分享、留言，然后可以分享的你们的故事在留言区，那或者是给予我一些回馈。那感谢大家。那64每周都会上传新的影片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好，那就拜拜。